你是不是每一个月都存不到钱？就算收入还算不错，但总觉得自己的口袋就像破了洞一样。外表看起来过得很好，但银行里面的存款数额很像很久都没有什么增长。有时候甚至还会对自己的财富没有安全感。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代表你目前的财务状况是一团糟的。但不用担心，只要你掌握正确的财富管理方式，就可以解决你这方面的烦恼了。那么看完这一个影片之后，你将会明白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可以让你对自己的财务充满信心的财富管理方式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你看到影片的最后，我还会给你附上一个个人资产负债表，让你快速的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嗨，你好，我是熬夜，我是一个网络创业者。在这里，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于投资理财、创业思维以及个人成长等的课题，让你学会如何过上一个更加有效的人生。首先理清你的每月收入，无论你是正职收入，又或者是兼职的，甚至是被动收入，都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正确的数额，把每个月的收入以及其种类都记录下来，这样才能够让你清楚自己的收入来源。我把它称之为 Money in List， 金钱清单，把所有的收入来源和数目都用一个表格给写下来。时间长度你可以抓1个月，这样当你知道自己的收入具体数字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管理它，去分配它。第二，了解消费事项线。这边我帮你整理出了消费事项线，看一看你的消费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是最多的。第一个，我需要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开销，来保证你和你的家人的安全，其中就包括了你的伙食费、保险、电话费、租金、房贷等等，这类型的固定开销都属于这一个种类，是你生存每个月或是每个季度都需要支付的开销。多数情况下，这些费用的数额都不会相差太多。第二，我理想的，这是你的理想生活所需要的开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延迟满足才能做得到。它可能是你的理想房子、理想车子、属于自己的事业，甚至是和你的另一半环游世界1整年。第三，我想要的，这类型的开销能为你带来短期的快乐，但差不多3到6个月之后就会失去对于它的满足感了。例如购买新款的手机、新的电脑、名牌等等，这类型的开销都属于追捧潮流的开销。第四，我喜欢的，这类型的开销只能够给你带来瞬间的快乐，是一种非常短暂的冲动消费。比如饭后的一杯奶茶，在外用餐的时候肯定会点的一杯饮料，又或者是冰淇淋、零食，周末来几杯酒等等的，可以让你逃离现实，得到短期的快乐。当你把钱投入在第一个和第二种消费的时候，你就会离自己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近，幸福感也会越来越高。但因为第二种的理想生活花费实在太高了，所以导致很多人往往会忽略掉，直接跳到第3和第4种花费，去取得短暂的快乐。这导致他们离自己的理想人生越来越远，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上瘾，讨厌这样的自己，但又无法自拔。当你认清楚了这4种消费关系的时候，你的花钱方式和你的人生将从此得到改变。现在你可以停下来影片，分别预估一下自己花在这4个象限里面的百分比是多少，而理想的数字应该是我需要的占据 20%， 我理想的占据 50%， 我想要的占据 20%， 喜欢的占据 10%。 有机会我也会做一个影片和大家详细的解释花费4象限的应用和心理学。第3步，规划预算。在你收到薪水的那一刻，真的非常的爽。可是激动之余，你有没有为自己的钱财做一个好的安排呢？想要用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做预算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刚刚我们的消费4象限，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消费比例，先把收入的 20% 存下来，然后其余的部分都分配到这4个象限里面。你可以按照理想的比例逐步的调整。比如说原本我喜欢的象限消费比例非常的高，占据了 50%， 那这1个月的目标就把它设定在 40% 里面，然后逐步的降低，一直到剩下 10% 为止。第4，减少开销。我相信大部分人在房贷、房租以及交通上支付最大的开销。若在你的开销里面，房贷和房租已经占据了 50% 以上的话，
那非常建议你可以考虑找一个需要的朋友一起分担房租，这样就不必担心陌生人的安全问题了，也能够和朋友一起分担其他的生活开销。如果你是已经有家庭了的，那就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比较小的房子。那对于居住地点的话，我的主张是选择距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可能这样的地区往往价格会比较昂贵，但其实它节省了你很多的时间成本，比如交通费用和通勤的时间，这样会让你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升生产力，有了空间和专注力，就会间接性的提升你的收入。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好好检视自己的日常开销是否有不必要的，例如闲暇的时候，你总会约朋友到高级餐厅去用餐，一餐的价格可能就是你平时用餐的2倍3倍。从检视自己，你可以找到开销最大的方面，从而去思考这些开销是否合理，然后再做出改善。我们最爱的娱乐活动有很大可能是我们开销提高的原因。每当周五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着已经辛苦了一个星期，周末必须好好的出门逛街放松心情，这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过度消费了，而导致开销失衡。我们可以用有价值的活动去代替那些只为我们带来短期快乐的活动，例如看书或是加入一些社团。看书能够广阔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平，而参加社团可以让我们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相同爱好的朋友。和朋友一起进行活动，也可以让我们体验更多的乐趣。其实很多生活上的小习惯都会无意间让我们破费。举个例子来说，每个月订阅的 Netflix， 一年下来也是一个开销。贪图一时方便而订购的外卖，而外卖通常也比价格昂贵，再加上运输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同时你也可以考虑把一些昂贵的兴趣爱好转换成低费用的活动，例如深潜就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活动。首先它需要一笔交通费用去到海域的附近，然后也可能要出岛。再来，如果把这个深潜当爱好的话，就需要购买属于自己的潜水装备，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你的财务状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就会建议先不要开始昂贵的兴趣爱好，很难维持的同时也不能够好好的享受爱好带来的乐趣。比如说你去到海边准备深潜，然后突然又收到银行来的账单，这时候你就会开始为了钱而着急，这岂不是把整个旅程都浪费掉了吗？说到这里，我突然就想起了最近一个现象，就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妈妈。之前呢，我路过的时候总是没有什么人，但最近顾客变得非常的多。相反的，我经常去的这个 Brew House 人却越来越少，这应该就是经济不景气的缩影。看来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毕竟一杯酒就相等于你点了10片 Roti Canai， 而且配料还认装呢，简直就是爽。第5，提高收入。当我们钱不够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就是提高收入。那我们往往会被那些社群媒体上的文章给吸引，比如时间自由、月入过万等等的字眼吸引，然后去做兼职之类的，利用下班的时间去赚取额外的收入。但这极有可能会造成你第2天上班精神不振，导致你的正职没有办法发挥正常，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其实除了从外部寻求提升收入的机会以外，倒不如也可以试试从内部想办法。没错，就是要求加薪。你可以和你现任的老板沟通加薪的事项。其实老板们都喜欢有要求、积极并且有追求的伙伴，只要做得了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你也得确保自己有筹码，就代表你必须要有特别的优点，或者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技能，再好的客观评估一下自己的价值，最好是能够以公司的获益为标准。然后呢，再去收集市场上的一些相关技能和职位的薪酬资料，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约老板和上司好好的沟通一下了。这样就能够用最方便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了。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那你就必须增值自己，提升自己给顾客带来的价值，这样就能够合理的提高收费，学会以结果来收费，而不是付出的工时，这样能够确保你的时间不受限制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技能和收入。假设你是一个行销顾问，那你可以以抽佣的方式来收费，而不是你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做设计，又或者是做了多少篇的贴文。如果顾客的产品是$1000的话，你抽个 10% 的佣，一个顾客就会有$100了。而如果你帮客户带来1000个用户的话，
那么你的收入就会是10万美金了。第6，投资。投资就是把钱当成赚钱工具，让它为你工作。若只是把钱存在银行里面，钱每年都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你努力赚钱的同时，钱也在偷偷的消失着。如果你没有投资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流逝，10年之后，你再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就会发现到，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只有老去的身体而已。这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没有安全感了。投资的类别有很多种，有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比特币等等的。通过学习和掌握更多的金融知识，让你拥有更多的机会，提早实现财富自由。如果你也想要学习投资，利用世界优秀的公司来帮你赚钱，分享他们的红利的话，也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领取我用心制作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教学，让你学会存滚钱，快速的掌握股市的投资思路以及价值投资的标准。之后呢，我也会推送一些有关于投资获利的干货教学给你，趁早学习投资，才不会老来两手空空，不断的被通货膨胀稀释掉你的财产。第7，变现你的技能。多发掘自己身上的专业知识，然后运用起来。比如说你在公司是一名拥有多年经验的销售人员，那你就拥有许多的这个销售的专业知识。在你闲暇的时候，可以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贴文或者是一些短视频来展现你的专业。这样拥有这方面烦恼的老板或是企业可能就有机会发现你了，这时候他们就会来请教你，甚至为你提供更多的机会，你就可以贩卖知识或者是服务，赚取额外的收入了。这和其他的兼职不一样，因为这能够帮助巩固你原有的专业，让你在正职上也能够获益。其他投资、文案、自媒体经营等等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有了一定程度的客户见证之后，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自动化的网课，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收入了。第8，设立财务目标。你可以把你的财务目标分成2种，长期和短期的。短期的目标大多数为1年以内的目标，例如买车、买新的手机、短期的旅行等等。而长期的目标大多数则是5到10年的时间，例如你的退休计划、为孩子储存的大学费用等等。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经说过，你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的，而是有了目标才能够正确每一个人的工作。你可以使用 SMART 法则来设定目标，也就是具体的 specific， 可衡量的 measurable， 可达到的 attainable， 有相关性的 relevant 和有时效性的 time-based 来设定目标。那关于目标设定，你可以观看我葬礼游戏的这一部影片，行动把自己想要的目标给设定出来。第9，紧急筹备金。紧急筹备金是体现一个人的财务状况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你应该为家庭预留至少6个月的必须开销，为了一些突发状况做好准备。生活上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开销，例如电话突然黑屏无法使用，又或者是不幸的发生意外需要一笔医疗费用，又或是说经济不景气遭到公司裁员等等。在2022年10月份，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开始裁员，人数更是高达45000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居安思危，倘若这种情况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让你或是你的家庭度过危机呢？在拥有紧急筹备金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全款支付一些生活开销或是紧急的状况，比如车子抛锚需要维修、家人入院等等的，这样就可以省下需要用贷款或是信用卡来支付紧急状况的高额利息了。第10，自动化你的固定开销。如果你每个月总是会因为忘记偿还某一些贷款而导致高额利息的话，那你就很需要自动化的设置了。在银行的 APP 里面，通常都能够提前设置好每个月的固定开销的。你可以设定让你的银行账户在每个月的1号自动的帮你偿还这些账单，例如房租、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等等。这样的设置非常的方便，你就不需要一直记着要付款，而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忘记要在期限前缴付，而导致需要支付额外的利息。第11，保险。保险越早买就越好，最起码要有人寿和医疗保单，其他的看自己的情况再决定吧。以前我的家人都没有买保险的，然后我爸爸年纪大了就会有各种毛病，就一直去政府的医院，每次都要等上老半天才会排到你的号，有时候已经很严重了，等了很久还不要帮你治疗，然后给你拿止痛药回去就算了。
所以当我有能力的时候，就马上帮我妈妈弄了一个医疗保险。爸爸年纪大了保不了了，而妈妈60岁刚好保到，虽然贵一点，但也值得。之前有突发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可以去到好的医院马上治疗，完全不用担心医疗的费用。我自己本身过去因为痔疮和鼻塞手术，也都是保险帮忙 cover 掉的，所以医疗险真的非常的重要，在你投资之前是必须要做的事。第12，定期的检查自己的财务状况。就像是身体检查一样，你本身的财富也必须定期的做检查。那我以前就只是会赚钱、存钱，然后投资的人，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负债和资产。直到有一次我静下心来去检视一下，才赫然发现自己的负债比例开始过高了，紧急筹备金的水平有一点不大够。这时候呢，我才停止自己一直贷款买房的行为，让财务状况回归到原本比较保守和健康的水平。这边我也特别为看到影片最后的你准备了个人资产负债表的模板和教学的礼物，点击下方的链接，你就可以马上领取来使用了。那最后除了有礼物以外，我也想要多给你一个 bonus， 也就是第3个提示：投资自己。千万不要把投资自己的费用当成开销，投资自己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做安排，在能力范围内让自己进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感兴趣的，又或者是你的专业相关的，比如文案、编程、销售、行销、社群媒体经营，甚至是投资等等。没有最迟的开始，只有犹豫不决落后的自己。不管是报读课程、看书还是看影片学习都好，以上都是可以提升我们未来赚钱潜力的投资项目，回报率肯定是超过100%的。那么到了影片的最后，我想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可以马上告诉我你目前有多少的负债、多少的现金以及多少的资产吗？如果不行的话，或许就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了。最后的最后，也请你留言告诉我，在这个影片给你带来最大的启发是什么？而你有打算从哪一个方面开始着手努力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我相信只要你学会善用知识，管理好自己的财务状况，理清现状，规划好自己的预算和财务目标，那么通往财务自由的路上将会越走越宽。我是郝烨，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谢谢大家的观赏，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留言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我们下一集再见。